你们会穿一些就是古代的那种服装？有，像这样子，yeah. 这种就完全就是像清朝时期的那种服饰啊。云游四海，特约旅行家，带你看遍山川湖海。前几天呢，我们去了一趟印尼雅加达的唐人街啊。对的，但是在那边感觉就是说中华文化不是特别的浓郁啊。但是在雅加达的另外一个地区啊，听说这里的华人保持着非常传统的一些习俗啊。据说他们还会穿像清朝时候古人的着装。华人们在印尼曾遭受过多次灭顶之灾，他们曾被禁止学习汉字，汉字曾被禁止出现在印尼公共场合，中华文化在印尼至今地位尴尬。那么在印尼是否真的存在一个在重重困境中传承着纯粹中华文化的神秘华人群体呢？循着线索，我们来到了唐格朗。一到这里，我们就发现了一栋特别的建筑。这个房子呢，一眼看上去就是咱们的中式风格啊，看看上面的房梁处啊、房屋檐下的这些细节啊，这个印尼风格的房子它也不长这样。看看这个木雕啊，还有这个非常精致的用彩色瓷片镶嵌出来的莲花呀，还有那个龙啊，都是非常漂亮的。像这种元素的这种精致程度的房子，在中国现在农村应该也非常少见了吧。当我们还沉浸在感叹那栋中式建筑的精美时，一座中式寺庙闯入了眼帘。这样的场景真让人恍惚，以为是回到了国内。一位在寺庙里工作的老华人得知我们从中国来，便主动担当起了向导，用并不流利的汉语向我们介绍这里。我早很久700年，不是7代人，你爸爸爷爷7代爸爸爷爷7代人在这里啊。难以想象，供奉这样一座地道中式寺庙的人，竟然是诸多从祖上几代就开始定居印尼，时间甚至长达几百年的唐格朗华人。几百年间，中华文明的信仰传统在这里竟然一点都没走样吗？多少年了？这个300多年哦。每天都要来烧香，每天来哦。大清道光19年。哦1839年，1839年了。大清道光7年。这个石狮子也是这个刚刚炉子上面写的那个年代是一样的啊，大清道光时期的迦南爷，这个就是福建地区非常就是有地方特色的一个信仰文化啊，每一个不同的啊，不一样的，不一样。他们这边就是之前有一个福建的朋友跟我说，他们福建人的信仰就是什么神仙都拜啊，像迦南爷、广济师爷、祖师、天上圣母。除此之外，这间不算特别大的庙里还供奉着三官大帝、德福正神、司命造君、广泽尊王、关圣帝君、地藏王菩萨等等，共计10多尊不同的神像，实在是沿袭了福建人信仰世界丰富多元的传统。公元1951年，筑庙买什么呢？买材料。明年筑庙。他们这里面每一个供奉的这个神仙的外面啊，都会有一块牌子，就是他们最近一次去做翻新所花费的这个钱啊，都记录在案。这个庙宇现在看上去是非常新的，他们就是这个定期的维护和翻新是做得很勤的。发现他们有一个细节啊，就是他们还有一种纪年方式叫孔子年。这种纪年方式我们现在都已经不大通用了啊，但是他们在这边还在用。孔历是指以孔子诞辰为元年的一种纪年方式，在清末时曾被康有为大力提倡，但最终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它作为传统儒家文化，竟然在印尼华人群体中依旧沿袭使用着。说实话，令我这个在中华大地上长大，自认为对中华文化有一定了解的中国人，颇有一种自愧不如之感。昨天我们来到唐格朗的时候啊，就是没有找到一个能够深度沟通的人啊。昨天那个老爷爷跟我说，他们今天这里呢会有一个会说一点中文的华人在啊，所以今天我们又来了一趟。为了探寻到网上流传的关于唐格朗华人依旧穿古装的传言是否属实，我们第2次来到了这里。你好。您好啊，你中文说的挺好的。你在哪里学过吗？
不是，我像怀疑毛毛屋的。哦，挺好的不好意思呀，我觉得说的挺好的。挺好的。没有，我小学1年级而已。小学1年级而已。我们知道，就是在这边的华人哈，大部分都是从福建、广东这边过来的，对不对？就是说，把咱们的这个中国的一些文化在这地方生根发芽。就像这个大叔一样，他虽然说不会说中文呢，他不会说了，但是他知道自己祖宗他都是第7代人了，哎，从哪里过来的？对不对？就像你们在平时就是在节日的时候哈，你们会穿一些就是比较传统的服装吗？有这样的。有这样子的，就是穿一些就是古代的那种服装。结婚的时候就穿的一些是中式的，是吧？有人结婚的可以看哦。没有结婚就看不见。哦，看不见。哦。这样子，对，对，就是像这样子，像戴着就中国像古代的那种，戴着那种官帽一样，戴着这种红色帽子啊，然后这种袍子，啊，这种就完全就是像就清朝时期的那种服饰啊，就是那种当官的呀，戴着一种帽子，这就是结婚的时候就要这样子的嘛。对，哦。华人这一年结婚还用这个。哦，结婚用这个写字，贴喜字是吧？对，一个喜字啊。好喝了，百年好合啊。哦，不是毛笔。哇。我耍这。这像是化妆刷呀。在这个唐格朗地区啊，有好多的这个华人，虽然说他们可能他们不会说，但是他们的一些传统的一些习俗，例如结婚呢，他们还是会一些什么百年好合啊，就是一些吉祥话啊。刚才看到他的一个毛笔啊，其实是我们看到那些画画的那种笔。爷爷他作为第7代华人，虽然因为过去印尼对中华文化的打压，不会说流利的汉语，但是却能写一手不错的书法。这一笔一画间，我分明捕捉到了文化传承的脉络，如同这红底黑字般清晰分明。太服啊，写的还是非常好，我觉得啊，至少如果说我不经常练习的话，就是提笔写的话，不一定有这么好啊。就是作为一个，就是像他们这一代人从小是没有在这个学校去学过中文的啊，然后应该这些东西都是自己学的。我刚刚仔细观察一下叔叔写这个汉字的一笔一画，它那个顺序都是对的。因为如果像我们很多不经常打字的、不写字的人啊，顺序可能有时候都会写错，但是写的这个顺序都是对的，而且非常板正啊，这个字看来还是有一定的功底在里面。我的妈的弟弟还没有中国好吧。我的舅舅没有中国。你有回去见过他们吗？有，在广州去见过他们。广州比较好。广州比较好。我们那个很久就变jadi习惯了。英文呀，我们了解来呀。能够说话，能够听得懂，能够所以会说语言还是很重要，对不对？就是年轻的时候，你们学习那个中文汉字。可以学吗？小学1年级而已。1年级，后面就不许。就不可以学了。学校被关闭。学校关闭了。我就上印尼学校了。印尼的学校了。之前是学了1年。那你的孩子现在能说中文吗？不会。那你现在的像孩子应该有了吧？就是你孙子有了吗？现在是我的孙子现在也比我有些中文了。就学中文了。你孩子这一辈，他们其实是不允许学中文的。我儿子啊，对啊，那个时期是不允许的。好，相当于说你的孙子这一辈就是可以学习了啊，现在就可以学习。现在中文很重要了。对。相传当年呢，这个文登华人他们最早的那一批啊，就是一个叫做曾子龙的福建人。当时呢，在明朝的时候，带着他们的一些同乡，跟随郑和的船队下西洋的时候，到了这个印尼附近。他们所处的那个船只出了一些问题，需要修整。曾子龙就跟他的同乡们就在印尼停留了下来。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啊，他们就在印尼定居生根。所以这片区域呢，因为当时叫做文登啊，他们这片区域的华人因此叫做文登华人。历史如同一条壮阔的河流，
文化可以成为河流中一股强劲的浪潮，奔腾翻涌，席卷阻碍。但这股浪潮的背后，一定离不开默默支撑助力的人们。他们一代又一代，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进行着看不见的接力赛。踏上印尼这片令人心情沉重的土地，我眼前却也看到了奔涌的浪潮，在笔下，在眼前，在耳边流淌，不曾断绝。